美日印澳4国联盟预计将于26号在关岛举行为期4天的联合军事演习。本来这应该是值得印度高兴的一件事儿，谁知印度国内一架战机的突然坠毁，让印度军方一下子高兴不起来了。据环球时报报道，8月25号，印度军方证实了一架米格21战斗机在进行飞行训练时发生意外，导致战机坠毁。好在飞行员及时逃生，才避免了悲剧的发生。这已经是印度今年第4架米格21战机发生事故，此前已经有2名飞行员因此丧生。虽然大家都知道印度一直以摔飞机而闻名，但是即使如此，一款飞机如此频繁的发生事故，确实让人感到蹊跷。究竟是谁干的呢？还是真的只是巧合？据印度空军发言人表示，这次出事的米格21战机是因为出现技术故障才导致飞机坠毁的。目前印度军方正在调查事故的详细原因。有印度人士就坠机的原因甩锅给俄罗斯，说俄罗斯的嫌疑最大，很可能是因为俄罗斯卖给印度的战机技术不过关，才导致印度空军装备米格21如此频繁的出事。同样，从俄罗斯引进的苏30 MKI 也是坠机事故不断。也有人对此提出了反对意见，他们认为俄罗斯在世界范围内卖出去那么多飞机，为什么其他的国家都没有出现如此频繁的坠机事件？印度需要从自身来考虑这个问题。目前来看，印度的自身问题更大。俄罗斯武器装备的质量在全球口碑还是不错的，况且苏30 MKI 目前大部分都是在印度生产的，出了问题印度自己脱不了责任，要怪只能怪印度自己技术没学到家。至于米格21，很可能是因为印度维护保养做得不到位，确实如此。印度自己造个光辉战机造了几十年，发动机还需要从美国进口，这能怎么办？莫迪也很无奈呀。印度工业基础就这样，花费了大量的财力物力，引进先进的生产线，最后出来的光辉战机，连印度空军自己都看不上，只能花巨资继续引进法国阵风战斗机。反观我们中国，同样是购买俄罗斯的战斗机，我国精心保养维护，摸清其性能优势，最后成功研制出了处于世界一流水平的歼16战机。歼20就更不用说了，在俄罗斯还没有列装5代机的时候，我国的歼20就已经服役了。曾经处于同一起跑线的2个近邻，如今的差距已经太大了。从这些来看，印度频繁坠机就是印度人自己干的，莫迪的无奈只能往自己的肚子里咽。印度最好不要跟随美日等国在亚太地区搞小动作，努力将重心放回国内，努力发展工业才是正道。近年来，随着我国军力的不断提升，中国海军和空军也随之不断的会走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。而解放军要东出太平洋，就会从日本家门口经过，日本也因此总是抱怨，不时的派出军机军舰对解放军进行拍照跟踪，这也为日本自卫队带来了御用摄影师的戏称。近期，我们的御用摄影师很忙，因为中国海军最近罕见的出动双舰队，一北一南的出现在日本附近。不仅如此，中国的新型无人机也罕见的现身日本附近，引起了日本方面的高度关注。据环球时报25日报道，来自中国的2支海军舰队分别通过了宗谷海峡和宫古海峡。据悉，此次通过宗谷海峡的中国海军舰队，就是22日出现在对马海峡的那支舰队，由055型驱逐舰、052D 型导弹驱逐舰、1艘补给舰以及1艘电子侦察船组成。而通过宫古海峡的舰队是由052D 型、052C 型以及1艘054A 型护卫舰3艘军舰组成的舰队，2支舰队几乎同时穿越日本南北2大海峡，这是中国海军十分罕见的行为，并且此次不仅仅只是海军舰队的出动，新型的无人机也在东海海域亮相。据日本防卫省25日发布的消息称，日本自卫队在东海海域发现了一架无人机。据拍摄的照片推测，这架无人机很可能是来自中国的 TB001 无人机，引起了日方的高度关注，紧急派出了战斗机进行应对。可能大家对 TB001 无人机不是很了解，它是我国自主研发的全球第一款3发重型长航式无人机，最大起飞重量能够达到 3.2 吨，能够保持35小时的续航时间，可以携带大量的各种弹药进行多种任务，是一款性能非常优越的无人机。此次也是第一次被日本航空自卫队拍到，难怪日方会极其关注。为什么最近中国海军频繁出现在日本附近，就连无人机都出动了？有分析人士指出，由于日本和美国近年来在亚太地区屡次对中国进行挑衅，近期美日印澳4国更是集结在关岛举办针对中国的军事演习。
中国海军此次罕见出动双舰队和无人机临近日本海域，就是在向日本释放警告信号。解放军有能力系统突破所谓的第一岛链，毕竟经过数十年的发展，中国海军实力早就超过了日本海上自卫队。此次双舰队一南一北共进，是在警告日本不要继续针对中国。解放军有随时可以从南北对日本进行夹击的能力。确实，从实力来看，中国海军早已超过了日本海上自卫队。虽然有着美国的帮助，但是在解放军强大的无人机和火箭军的支援下，日本海上自卫队终究不是中国海军的对手。希望日本能够认清这一现实，不要再一味跟随美国对华挑衅，不然我们只能和日本新仇旧恨一起算了。近段时间，中国海域周边局势风起云涌，一直以来，美国都是印太局势最大的挑战者。而在美国的带领下，日本、英国、澳大利亚等接连而来，挑衅姿态一度十分嚣张。其中不得不提与中国一衣带水的邻邦日本。近段时间，日本的挑衅姿态一度要超越美国，尤其是在涉及中国最核心的主权利益问题上，日本叫嚣得更欢。其接连在几个重要岛屿上部署导弹，声称要阻止解放军的前进步伐。另外还叫嚣在东海筑起一道钢铁城墙。显而易见，日本亡我之心不死，并且已经露出了凶狠的獠牙。单是一个日本就敢如此撒泼，那么美英日澳四国集结军演，其示威挑衅意味就更加浓厚。日前，围绕英国航母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展开的一场军事演习，正在日本周边海域如火如荼地进行着。他们对于此次军演的目的也直言不讳，声称这样的一场军演就是向中国示威，牵制中国。但是这一次面对这四国的挑衅，中方的反击来得很快。据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的消息称，中国无人机连续2天战巡太平洋，直击敌人军演空域。第一次出动的无人机，日本方面猜测很有可能是中国的 TB001。而后第二次，解放军出动了3架飞机，分别是1架情报收集机、1架反潜巡逻机以及1架无人机。除此之外，在四国军演期间，解放军还派遣了7艘军舰前往。可以说，解放军这样密集行动，在以往来看是十分罕见的。我们可以认为，在中美对抗的关键时期，中国和美国的角色似乎互换了。一向主张防御政策的解放军这次主动出击，收集敌方军演的相关情报信息。这一信息收集工作将会有利于解放军之后的反制工作开展。更为重要的是，这次解放军接连2天出击，目标明确，最大限度地展示了我军现如今对待挑衅的态度。美国及其盟友想要将中国遏制在第一岛链内的计划已经失败。如今的解放军不仅可以随意进出太平洋，还可以在美军军演时进行情报收集工作。可以说，这次中国反将对手一军。相比于以往的口头警告，这样直接动用军事手段出击的效果更直观、更有效。正如同罗源将军所说的那样，敬酒不吃吃罚酒，只好让飞机大炮来说话了。尽管当今世界局势总体和平，但是在一超多强的背景之下，局势波澜诡异，瞬息万变。尤其是对于正在发展崛起的中国而言，在中国周边局势发生变数的可能性就更大。日前，这一局势就发生了重大变化。在短短的24小时之内，中国陆上周边就有2地发生了特大爆炸事件。其一是发生在喀布尔机场外的2起爆炸，其二是发生在哈萨克斯坦南部塔勒兹市附近一处军事仓库的爆炸。根据爆炸事件现场传来的消息称，这2起事件都造成了众多的人员伤亡，并且被波及的人员中都有军方人员。可见这2起爆炸案并不简单。尽管目前关于事件的诸多细节并未公布，但是可以肯定的一点是，局势大有进一步升级的可能性。而更加令人担忧的是，除了陆上周边邻国局势恶化外，中国海域周边的形势也不容乐观。据悉，日前由美国主导的多场重大军事演习正在中国周边上演。根据美国海军第7舰队发布的消息称，在四国机制下，美日印澳正在西太地区举行一场为期4天的军演活动，这是美日印澳4国首次在西太举行海上联演活动。单从演习的地点以及参演4国就可以明显知道，这样一场军演针对的是谁。另外，更为危险的是，这一军演背后传递出来的信息，在4国机制下的美日印澳在军事层面的合作更加紧密，这对于中国而言是极为不利的。
从表面上看，无论是陆上周边还是海域周边，围绕中国周边的局势都大有升级的趋势。但是我国专家金灿荣表示，不必惊慌。我们知道陆上周边的混乱局势，从目前来看是不会波及到中国的，主要的威胁就是来自海上的威胁，其中最为关键的就是美国对中国的围堵。金灿荣表示，从目前来看，美国已经基本完成了对印太地区的军事部署，尽管敌强我弱仍然是事实，但是基于我国的防御力量而言，金灿荣仍然表示，我国的综合国力支撑解放军有足够的能力应对美国的围攻。因为不同于防御，美国要向中国发动攻击，必须出动至少3倍于中国的军事力量才行。由此来看，美国若是想引战，其面临的压力也将十分巨大。所以，尽管美国的小动作很多，但是基本的局势中国都能掌控住，因此国民不必过于忧心。